王大夫，欢迎今天来参加开设。我今天想讲一下，就是如何利用呼吸调整人的心情，让人能够平静下来，避免焦虑，避免紧张，能让身体放松下来。因为有个患者，一直在我这治疗，他就是那种特别容易紧张的人，经常肩膀啊、后背、腰都是很紧张，导致了很多症状。他本身是足球运动员。但是因为这个紧张的问题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视频教一个呼吸法，很基础的呼吸法，可以帮助我们平复情绪，可以让身体放松下来。就是这个呼吸它能怎样帮助到大家减轻焦虑呢？因为我们人体的肌肉就是分成随意肌和非随意肌。非随意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心脏、内脏，这些都是属于不受你意识控制的。你说想让心脏跳快一点、跳慢一点，普通人没办法靠意志来控制它。然后我们的肌肉呢，就是像肱二头肌啊，像这些四肢的肌肉，是我们可以说动就可以控制它的运动，控制它的收缩的。呼吸肌是属于两者之间，它叫半随意肌，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意识去控制呼吸的频率、节奏、深度，但是你不去控制的时候，它可以自主运行。所以我们古人、先人还有一些印度的瑜伽大师，他就通过这种呼吸锻炼，通过我们有意识的去干预呼吸，改变呼吸的节律，这样进而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，影响大脑，可以让身体放松下来，心情平复。今天想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入门的呼吸方法，叫做香式呼吸。香就是木香的香。这个是现代的叫法，以前古代的话会有更玄幻一点的叫法，就是会有一些宗教色彩，但是我们就不涉及到这些内容了，就是把这个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，大家去试着练一练，相信会有帮助的。它是按照呼气、吸气，还有中间加上停顿，正好是4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是等长的。最简单的开始就是吸气4秒钟，然后停下来，不呼不吸，屏气4秒钟，然后再呼气，也是有控制的，在4秒左右停止呼气，再屏气4秒钟，一个循环之后再吸气，这样就是像一个木箱，正方形的木箱，就是吸气、呼气、吸，然后屏气，中间就是变成一个等长的这种呼吸的模式，所以有意识的把我们的吸气和呼气的这种状态调整得更规律一些。古代的时候，就是练静功之前，修炼的人会做这种香式呼吸，可以引导自己的这种入静的状态，可以让身体放松下来，心情平复，可以更好的入静。现在呢，正好反过来了。现在的美国的军队是把这个香式呼吸作为一个基本的战术来应用，它现在又叫它做战术呼吸法，或者叫战斗呼吸法，就是在士兵进入到临时战斗、准备战斗的时候，他要求提前2到3分钟做几个香式呼吸，这样可以让他注意力更集中，可以更冷静的去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所以你看，古代和现代，它虽然用的是方向不一样，但是说明这个呼吸法是很有效的，而且很快。你不需要说，我拿出一个很大的时间，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都在练这个也很难，没有必要。我容易紧张，或者是我要参加考试，或者我要上去演讲，或者我有很重要的活动，我都可以在之前调整一下呼吸，用这种香式呼吸法调整2、3分钟、3、5分钟都可以，都会有效果的。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下吧。好的。好，它一开始呢，就是都是鼻吸鼻呼，所以不要用嘴。吸气4秒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不呼不吸，屏气4秒，1、2、3、4，呼气4秒，1、2、3、4，屏息4秒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这就是一个香式呼吸的一个循环。实际练的时候，大家最好多重复几次，3次也好，5次也好，7次也好，10次也好，但不用做太多。做的时候尽量身体放松正直，
可以坐着，也可以躺着，但是一般不建议站着，因为有的人他屏息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个短暂的缺氧缺血，有可能你会站不稳，所以大家要找一个稳定的地方，但是不要影响呼吸，坐正，把这个呼吸能够顺畅的让胸廓各个方向都能够扩张开。如果血压很高，或者是不稳定，或者你的心肺有一些问题，你的呼吸状态不是很好的话，大家就可以不要练这个屏息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。所以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呼吸法，叫做左右鼻孔交替呼吸法，它是更安全一些，同时也有很好的作用。我们都知道鼻孔呢本身是有2个左右的鼻孔，每个鼻孔是有3个鼻道上中下。正常来说，如果你的鼻子没有什么问题，呼吸正常的话，应该是左右的上中下鼻道是交替呼吸的。这个节律每个人不太一样，但是通常会有这个规律。但是很多人鼻子有问题，尤其现在温哥华这边秋冬季节变季的时候，会有这种花粉过敏症或过敏性鼻炎，很多人的鼻孔是堵的，鼻塞的状态，或者有更不舒服的状况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左右鼻孔交替呼吸法，有意识的通过自己的呼吸的吸气呼气，把这个鼻孔强行打开，这样你的呼吸的状态可以更好，可以减轻这些鼻炎鼻塞的症状。同样也是，如果你的鼻炎特别严重，就完全堵死了，那就不要用，用完以后很不舒服，就没有必要。可以先用这种盐水洗鼻器，先把鼻子先洗干净，稍微通一点点，你再去练，就可以让它状态更好一些。这个方法呢是需要结一个手印，我们用中指和食指并拢，这2个手指是保持伸直的状态的，然后无名指和小指，我用右手的话就是负责左边的鼻孔，然后大拇指负责右边的鼻孔，先都放在这里，不要太用力，也不要去顶住它，然后我们用拇指把右边的鼻孔堵住之后，只有左边的鼻孔可以呼吸了，然后先从呼气开始，左边的鼻孔呼气，自然呼吸就行，然后呼气完以后用左边的鼻孔吸气，吸气结束的时候用小指和无名指把左边的鼻孔堵住，用右边的鼻孔呼气，呼气完用右边的鼻孔吸气，吸完之后堵住右边的鼻孔，左边的鼻孔打开呼气，就是这样左右交替。不需要有意识的去让它的深度加强，就是自然呼吸就行，只是有意识的我们让它左右鼻孔交替，这样两边的鼻道会有一个分工合作。同时我们的左右大脑也会有一个不同的激活，这样对很多人比如说面部不对称呀，左右的身体的肢体不对称呀，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也是有一定的调整作用的。这是左右鼻孔交替呼吸法。如果熟练之后呢，这两个呼吸法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，就是还是左右鼻孔交替呼吸，但是我们呼气完以后两个鼻孔都堵住，屏息4秒，然后松开左边鼻孔吸气4秒，然后再两边都堵住屏息，然后再松开右边鼻孔呼气。这样呢，有的人会更容易一些，因为如果你不用手控制，单独屏息有的人是屏不住的。然后这两个呼吸法结合起来，大家也可以都试一试，但是不要一上来就试很难的那种。如果说实在是屏息不舒服，或者你学不会屏息的话，就先做这种左右鼻孔交替呼吸法就可以了。这是介绍的两个简单的呼吸法入门，大家看看试一试，如果觉得有帮助或者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，以后我们有机会还可以介绍更多的呼吸法。像道家的9种呼吸法，这只是其中很初级的，更高级的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学习，提高身体的控制能力，提高对呼吸、对身体的认知、自我的了解，你才能够练，就不要勉强去练，先从这种基础的做好，身体已经能够获益了，对你的日常生活、工作都有帮助。可以避免你的焦虑的情绪，可以让你去工作生活得更好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非王老师。常感谢。好，再见。